我根本就开不好这个飞机，我早就知道我开不好这个飞机了。我需要的不是飞机，我需要的是美国人给我一个承诺，不要来搞我，因为你随时可能会牺牲我。所以呢，我要对你进行一点投资，这样这个投资呢，你要保证不要搞我，因为你搞我，你这些投资啊就都不在了。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国际新闻不发达呀，还是怎么着，就是人家反复在那边说，结果这边的反复不相信。长期盟友是最容易被美国抛弃的角色，所以台湾现在的处境，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他所领导的这个政府的处境是非常危如累卵。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的历史哥李一修。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宝岛的，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骁。欢迎收看视频播客宝岛连线。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美国风向转得真厉害啊！川普竟然呢把以色列搁着了，然后呢自己跑去跟胡塞和谈，跑去跟叙利亚和谈，也不要叙利亚签什么了。本来说还签个亚伯拉罕协定，好像也没签。然后呢，中东这些王爷呢各打各的，哇，2兆美元啊总订单啊。虽然我们都知道中东王爷很会演啊，但不管怎么样，总之川普乐呵嘛。那这个中东的局势，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结尾的时候，它其实对两岸其实是有一些映射的。我想来听一下肖哥意见，就是说川普最近在玩什么把戏啊？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好玩，就是特朗普必须要时刻在聚光灯前，他必须要时刻成为新闻的焦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刚才说的没有错，就是川宝、赖宝他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不能够接受你在媒体上面把他跟他的一些，你说同行也好、前辈也好进行比较。但是特朗普他做的比赖宝要厉害的地方在哪里？是因为他所掌握的行政资源，或者说这个政治资源、军事资源、经济资源等等等等更多，对吧？毕竟他是美国总统。那么他刚刚谈完了中美瑞士会谈，民主党也好和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也好，是要借着这一个话题去炒作，要打击特朗普的。而特朗普一下子跑到中东，他拉了一个什么新的话题？卡塔尔要送他一个大飞机。我觉得卡塔尔人也厉害，你知道吗？这卡塔尔人确实是整个海湾地区啊，搞这个小国外交搞的是最八面玲珑的，但是我是没有想到能这么八面玲珑。然后呢，这个一下子变成了美国政治里面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讨论的话题。他就是说，你这个是不是接受贿赂啊？你一个总统，人家送你一个大飞机，那将来不是说这么一个小国把你这个大国总统给收买了吗？那将来如果卡塔尔这个或者中东海合会有些什么问题，那岂不是你在这个立场上面就不坚定了啊？拿人手短，对吧？吃人嘴软，哪有这个话？但是呢，阿拉伯人非常会玩这一套，尤其是我说的阿拉伯人，不是说广义阿拉伯人，我说的就是大家印象中穿白袍子的那些阿拉伯人，就是贝都因人的后代啊。因为在阿拉伯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一开始只是在阿拉伯半岛，但是随着那个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说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然后整个北非地区等等等等，甚至在那个非洲之角，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呀，然后厄立特里亚呀这些地方，都有这个阿拉伯人的文化或者阿拉伯的血统的这么一个扩张。但我们现在说的主要是这个阿拉伯半岛上面这些最有钱的这些阿拉伯人哈，白袍子国家了。对，白袍子国家就是大陆说的嘛，这个头顶一块布，天下我最富，就是这帮人。那我们来说一下他们之间有什么各取所需的地方。我认为对于民进党其实也是可以是有所触动的地方哈。你就看看人家是怎么样把一条小小的资源玩得大大的，而不是像你一会儿送个台积电，一会儿把自己核电给砍掉。阿拉伯这个地区，我们就说海合会这几个国家，这些千万不要把它设想为我们今天的这些民族国家。我们今天一讨论到国家的时候，你看我们会有所谓的国族认同中华民族，甚至美国。你看美国，它虽然有白人、黑人，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会不断的去强调自己是 American 这个概念，就是他们的国家是有一个认知的。但是呢，对于海合会这个地区，其实就是家族，它相当于是在部落政治进入到了二战后以后，突然爆炸出了石油经济，然后呢，高楼大厦全部都盖起来了，大飞机、大汽车，然后买起来了，突然给人一种很现代的感觉。但是其实他们在脑子里面，他们是没有经历过任何社会革命和社会进步的。所以这些地方他们的政治啊，其实这些家族之间在玩政治的时候，非常以人为主要的这个核心，
而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古代，比如说像春秋战国时期，或者像欧洲那个古代时期，所谓的国土啊，所谓的一些主权是可以拿来放在交易的筹码上面的。今天我是齐国人，明天我是这个鲁国人，反正就看谁能拿到城池。所以说，在阿拉伯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海湾战争，海湾战争两伊战争是在前头，伊拉克和伊朗他们当年打完仗以后，当时伊拉克的这个领导人萨达姆，他呢觉得说我是为了阿拉伯人去和这个伊朗人作战的，我是为了阿拉伯人去和波斯人作战的，所以呢，你们应该在财务上面支持我。结果呢，你们这些白袍子都不支持我，我很生气，所以我要把这个科威特给吃掉。他一去吃掉科威特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一开始呢，这白袍子就发现哇，伊拉克太厉害了。虽然说伊拉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理解中好像不是很能打，但是在白袍子的眼中实在是太能打了，一下子就把科威特给吃掉了。美国天兵天将下来，然后呢进入把伊拉克给打掉，白袍子立刻报上了美国，就是请来我这里驻军。白袍子历史上首先是英国来驻军，没错，对吧？当年是所谓的这个今天的阿联酋，然后卡塔尔、巴林等等，然后那个科威特，当年叫做那个协议国家，就是说之间不打仗国家。是谁让他们之间不要打仗呢？是英国让他们之间不要打仗。然后英国就说你们所有人，你们内政继续自己管，外交国防交到我手里，这就叫保护国。所以你去看今天的那一溜国家，你把他们的国旗翻出来，所有的国旗都是红白两色，这是当年英国人定的规矩。你只要挂上这个红白两色的国旗，我就不视你为海盗，不然我英国皇家海军就会炸沉你的船。所以他们是有被殖民的基础的，而且他们不认为这个是一个什么丢脸的事儿，他们就感觉，哎，明明是我王爷花钱让英国人来给王爷当保安，这怎么能算是丢脸呢？这简直是抬份儿。等到英国人离开了之后，美国人一开始在中东地区，以前中东地区的那个主要的霸权是英法两个国家。美国一开始想要培植的代理人是谁？一开始其实是伊朗巴列维王朝，但是后来爆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就是今天的所谓的神权国家，所以把美国的势力给清除出去了。美国其实当时非常尴尬，很不爽，因为他突然没有这个代理人了呀，结果他通过一次海湾战争冲进去，一下子摧枯拉朽把伊拉克的军给打爆，然后一下所有的白袍子就看到哇，太厉害了，天兵天将。其实当时不单单是白袍子觉得很恐怖，解放军也觉得实在是新时代的战争方法。就是从那之后，解放军开始针对海湾战争作为研究对象，开始进行军事现代化的历程。当然这是题外话。对于阿拉伯海湾地区，他们大量的引入美国人来当他们的保安，当然他们自认为你来当保安，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基地。那么所以说他们这些呢，一看到特朗普，但是呢他们又会去不断的分析，因为在这些海湾地区国家里面，由于他们对于主权的概念太弱了，所以他们总是在研究人，但他们把人玩得非常好，他们在不断的给人进行投注。你很难听到过哪些现代国家会派出驻外大使能够达到10几年甚至几十年以上的。但是你比如说像阿联酋驻美大使，那是有几十年，他一直就待在华盛顿，他的这个一辈子就是为了代表我家王爷跟美国搞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他们既要投资民主党的政客，他们也要投资共和党的政客，因为他们理解每4年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人。而如果说美国一旦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天平上面随便倒腾一下，很有可能给我们这个地方带来政治动荡，所以他非常需要这个，尤其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后，所以他需要引入美国作为一个力量。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我们还是说，由于它太原始了，它不会打仗。美国人直接去跟胡塞武装谈，千万不要小看胡塞武装。当年阿联酋和沙特想要一起联手来掺和也门内战，打击胡塞武装，有一张照片是拍到的，字面意义上打到屁滚尿流，有一个沙特的士兵吓到尿裤子了。
他们在国内的建设上面依旧是你可以理解为中世纪的封建制，只不过这个封建制被现代化了。什么叫被现代化？中世纪那个时候在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财富根基是土地，所以说国王把一块土地交给一个贵族，你来耕种这块土地，你在这块土地是你的采邑，是你自己的封地，然后呢，你给我履行你的这个封臣的义务，比如我要打仗的时候，你要出兵，你要出多少马，你要出多少钱，等等等等。今天一样，在这些海湾地区国家，土地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沙漠嘛，沙漠有什么好封的呢？然后呢，石油肯定是国家的嘛，肯定是国王的，所以说不存在我把石油分封给你。但是，比如说这样子，这几个部门，比如说这个外交部，我给你这个家族；财政部我给这个家族；军队啊，这几个师我给你这个家族；这几个航空队我给你这个家族。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行现代化协同作战的。印度已经很落后了，但是呢，印度至少是一个统一的这个中央政府，它是有一个统一的军事的这个体制的。你在中东的话，他们打仗是打不来的，完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使用现代的武器进行中世纪的骑兵冲锋。那比如我开坦克，那我就进行坦克冲锋，没有战术战法的。他们自己也清楚，如果他往更进一步啊，把这个社会思潮往现代化推进，对于他的君主制是有害的。所以说他也是两难。所以美国人在这里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原因。那之前 OK， 大家肯定会说，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中东这些王爷也需要特朗普？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动荡的太快了。美国之前在跟伊朗谈判，伊朗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伊朗呢，它一个国家有两套政府，所以说你会经常听到伊朗这个国家，你会觉得怎么今天听到这个消息跟昨天听到那个消息那么矛盾，就是这个原因。宗教领袖们是一套政府，民选政府是一套政府，然后很多人他们总是认为说，宗教领袖、最高领袖他是能够管一切的，所以这个总统是没有话语权的。不是的，总统就是有话语权的。那些世俗派的公务员就是在总统的指挥下面进行具体的行政的，因为这些神权长老们他们没有办法管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能抓大放小。而这些小事，你想想，在大陆我们有一个这个政治学的术语叫做处长治国，就是你以为很多的事情，你总是成天关注那些各国的中央政府他们的那种政策和战略，但是其实很多的事情的推动都是那些处一级的干部在具体执行。这就古话嘛，就是流水的县长，铁打的师爷啊。县长是调来调去，2年一任就换走了，所以这个上层的你做决策指挥的，当你的系统没有办法整合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政令给贯彻的，你必须得跟官僚集团或集体的意志做一定程度的妥协的。对，所以伊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想象成神权国家，它下面有一套自己在运作的政府，所以你经常听到，一会儿他那个民选的政府往外放风。就说什么，比如说，我们愿意牺牲掉这个核设施来换取美国来帮我们这个解掉这些制裁，但是一会儿这个最高领袖跳出来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跟美国大战一场。伊朗什么都是两套的，政府两套班子啊，神权一套，民权一套，然后呢，军队也是两套班子，国防军一套，然后革命卫队一套，所以它这几套都是有互相利益上面的掐架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只看国际新闻的时候，如果你那个主语啊是伊朗，你就看不清楚这一切。那么伊朗现在是一个什么问题？伊朗在巴以战争爆发了以后，伊朗的各个向外延伸的这些触角，所谓当年他们建立的一个叫抵抗之湖，在伊拉克、在叙利亚等等等等，建立了大量的这个抵抗之湖，用来打击以色列。结果呢，战争之后，以色列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高效的现代化军队，它的国力是不足以它支撑它完全吃掉加沙的，但是它如果点对点进行斩首行动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你会看到一个个抵抗之湖的这些领导人被以色列逐个清除，而当你的领导机关被他逐个清除以后，整个组织土崩瓦解，会有这样的危险。那么现在伊朗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今天在中东问题太多了，而对于这些王爷来说很恐怖。我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保障，就是你特朗普要承诺不要搞我。所以你看，卡塔尔跟特朗普的儿子签了一个地产开发协议，要搞一大块地去开发那个所谓的特朗普地产。然后沙特呢也是要投一大堆钱，卡塔尔加上沙特投了多少钱呢？投的钱超过2国 GDP。所以你就知道
两边都在骗，两边都在互相忽悠。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就是说沙特准备又大量的采购美式装备，很多网民就说了，印巴打得那么好，你怎么不买中国装备？你怎么要去买这个美国装备？你这不是傻吗？你笑王爷傻，王爷笑你看不穿。王爷要的是武器吗？王爷要的是保安。然后呢，我们再退回来一步讲。现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也是生死存亡之际，我们总是认为他们很有钱，但是真的很有钱吗？沙特它有非常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它的这个计划也有一定的危险性。首先第一，它如果想要让沙特完成2030愿景，那么它需要推动的这个社会往开放的程度去发展，那就说到我们刚才的矛盾了。你如果推动民权进步，对于你的绝对君主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第二，他在夺权之前，一开始是任命国王的兄弟的来做太子的，然后呢，后来通过这个也门内战啊也好啊等等等等原因，把他给撤掉了，然后让自己的儿子来上。他带来了沙特的一个政治转变，以前都是兄终弟及，这是第一次即将迈入父死子继。如果迈入父死子继以后是什么？沙特的这个太祖啊，沙太祖，当年啊。他为了要团结各个部落，他娶了一堆老婆，每个部落娶一个老婆，生了一堆孩子。他需要让每一个封臣集团都有机会当国王。但是如果说未来改成父死子继，就只剩这一支了，其他支你别要想当国王。他们在酒店事件，就是他一上来，他以反腐为名，把一堆皇亲国戚给抓起来了，关到那个酒店里面去，说你们要么出国，要么把钱吐出来出国，要么你们对我宣誓效忠啊！大家说 OK， 我宣誓效忠，或者我把钱吐出来我出国，等等等等 OK。但是你说这些人他的心理难道就完全放下了吗？我不认为，肯定有很多人埋在水下等看他的笑话。好，这是政治稳定性，我们说社会进步是一点，政治稳定是第二点。第三，他自己在对沙特进行一次豪赌，这个2030愿景，他搞了几场大项目。第一个大项目是在临近红海的北边建立了一个新城，叫做 NEOM， 就是我们看的那个很科幻的那个线性城市。太科幻了，那个是他第一个大项目。第二个大项目，他准备在沙特里面建一个利雅得首都利雅得建立一个新区，要造一个大盒子的 cube， 用来遮挡那个阳光。你到那个大盒子里面，那个大盒子里面呢会安装满满的那种夜光屏，就跟拉斯维加斯那个大圆球一样，就是很多很科幻的东西。然后他还之前要打造一个红海新城，他的项目每一个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的项目。但是你看，出了这个项目之后，突然国际的动荡局势导致他好几个项目没有办法推了。他当时为什么要把 NEOM 那个县城放在北边？因为那个地方啊临近约旦和以色列。当年他放在那里的时候还没有爆发巴以战争，那个时候呢是阿联酋已经和以色列和平了，建交了。他想要紧随而上，他也想要谈建交，结果哈马斯就搞了一出嘛，把他这个想法给他破灭了。结果你说这个县城离本来就是往那个地方打造的，你一打这个地方的商业想象力就没有那么性感了，破了。所以现在这个县城应该是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新闻说他们现在开始重新审查这个项目了，因为钱不够了。在利雅得里面的那个新区，之前呢他们用的这个项目的2个领导人是英国高铁的项目负责人。大家就会问了，英国有高铁吗？对呀，朋友们，英国有高铁吗？大家都知道英国没有高铁，那么英国高铁的负责人是什么水平，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要很多很多的投入，但是你想想，沙特它主要的财政来源是哪？它主要的财政来源就是石油出口，对，它的国际油价必须要到80，这个是 IMF 做的一个研究。沙特的财政如果要 break even， 就是营收平衡，它需要达到国际油价能够达到80美元，但是现在的国际油价是多少？大概应该是50多，所以它其实大家都认为它很有钱，但是其实它不是那么有钱，这是它很尴尬的地方。沙特跟其他的海湾地区国家又不一样，它的贫困人口是有的，它的贫富差距很大，因为它的人口基数很大，国家面积太大。那些白袍子国家自身的人口很少的，可能100万甚至几十万，就是真的我就靠这个老天爷发钱，我就能够养活他们。
但是沙特没有办法，所以沙特觉得自己是这里面让他觉得是有危险的，所以他非常担心地区动荡。如果地区继续动荡，他的这些项目无法推进，对于王储来说有政治风险。我们从中东回到台湾地区，同样的，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讲，他们一直在给自己还有在给台湾地区的老百姓编织的一个美梦是什么？就是美国会保护。很尴尬的是，他玩的其实相较于王爷们来说差得太远。首先，王爷们不会玩砸，王爷们至少至今为止没有玩砸过。但是在台湾这边，美国的各路政客已经反复的对媒体强调，美国不会出兵。卢比奥，也是今天的美国国务卿，之前的参议院的这个议员，反复说过美国不会出兵。相当于是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讲，他一方面要舔美，一方面呢要给岛内不断的编织这个美梦。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总是只盯着一拨人投资，就只盯着民主党那一拨老人进行投资。结果你看，现在 MAGA 派上来之后，一下子傻眼了。对。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王爷们忽悠特朗普的时候是会留一手的，就是我宣布，比如说我宣布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投资，但是呢，最后我可能只落地几十亿到上百亿。但是呢，台湾这个就是绿营，每一次一去宣传的时候，就总是给真的，总是玩真的。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中东的这样一个情况，它是如何去应对一个世界局势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落后地区来如何去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但其实台湾它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好像它并没有玩出来一个水平更高的这么一个表现。简单来讲，其实你从中东，刚才肖哥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基于自己的国情、文化、历史、宗教背景各种方面，他们去开发出属于适合他们的赛道，而这非常厉害。为什么中东王爷的这个外长都是久经老练，基本不换？因为他们就是在跟你做人际网络关系。那老实讲这个阿拉伯人其实跟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同宗的嘛，他们就爱玩这个他们对这个人际网络的经营非常重视。你想，中东最早的律法不是汉谟拉比法典，他对人是进行具体报复的，是他很重视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平等跟 balance。这个跟我们中华法学体系很不一样。中华法学体系当然因为现代的关系，现在我们基本上是很大借重了像是德国的欧陆法学体系，但是这个精神还在，情理法嘛。我们更关心的是整个社会如何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人该不该死，他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的同情。情要先讲，再讲理，最后讲法。在中东讲究的是个人问题，因为每个人个体最终负责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上帝。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喜欢经营个人关系，而个人关系在过去建制派里面比较难以施展。为什么？因为建制派是个群体，它也不是一个很确切谁是建制派谁不是建制派。我们要了解到很多的团体或群体只是我们赋予他一个他者的任命，他甚至也有一些自我的认知，可他本身有没有那么结构化或组织化，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只能从一个很泛称的，它就是 groups。如果你要用这个天文学的概念，就相当于说我们以为的星群，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只是个星协，它只是彼此之间有一些影响力，但它彼此之间不是很紧密它是刚好凑在一起，有大概的一个方向性。所以你从这个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有很底层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理解中东外交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老实讲，我们就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嘛，你要花很大的精力，然后就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所以对王爷们为什么每次去美国总是带着这么庞大的，连骆驼都带去？他要展现他的底气他不是去炫富而已他炫富是告诉你说老子是王爷我是有咖位的所以美国人是被我请来的。我去美国我是去 shopping 的，我家有钱怎么样？不行吗？我打个洞都流油，你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有这样的概念。而这种胃口，过去所有的总统，大概至少从20世纪以来的美国总统，大概很难有人可以跟他做到这种程度。但川普这是这种特例中的特例，而且还得是川普 2.0，1.0 还做不到。1.0 呢，他基本上还是受建制派绑架的很深嘛。你看他的国务卿蓬佩奥在 2.0 不是进冰箱啦，是进冷冻柜的最底层，还要被点名在这个真实出 social 里面亲自点名，Nikki Haley 跟蓬佩奥直接杠掉。所以两大奸臣所以这样的外交对川普非常有用。再来一个客观形势的变化，川普第一任偏爱 Ivanka Trump， 因为当时 Ivanka Trump 正处于人生风情尤物的巅峰，所以他非常爱这个女人我只觉得因为伦理关系，所以他不敢做些什么，否则的话我都觉得他怪怪的。但是第二任 Ivanka Trump 是背叛他，现在他爱的是 Tiffany， 蒂芙尼他的二女儿正在崛起当中，而 Tiffany Trump 的先生是黎巴嫩的东正教的富商家族，但是是相对世俗化的。他们相对于说马龙派，或者是相对于说什叶派、逊尼派之间，他们还有一些沟通的。因为他很少，所以他可以为了整个黎巴嫩的或者他的这个家乡，因为他在黎巴嫩有大投资的，所以他可以做一些平衡。所以我觉得这种人际网络关系
也让川普对于所谓中东的好感拉得更近。你可以看到 Tiffany 其实在他这第二任任期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而且 Tiffany 的性格跟 Ivanka 不一样 ，Ivanka 会去抢爸爸的风头，但是 Tiffany 是不会去抢爸爸的，她的先生更是低调。所以库许安现在被流放到巴黎，就是去做美国驻法国大使，最没用的一个大使。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对接上刚才肖哥所说的一个问题啊，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一次的大买卖大交易，你就知道他怎么成。这些王爷们的各个角处早就知道了，今天川普来就是要来 shopping mall 来做零元购，而且这个购要购很大。所以这很有意思，这是新时代的。我必须说，全球德摩克拉西都往民粹在走，而这个台湾也深受其害。但是呢，这个民粹在走的时候，它是可以把情绪价值转换成现实利益的，而建制派是没办法做这件事情的，或它的转换是很有限的。而川普就是要这个情绪价值，所以在基于这个可以把情绪价值转换成现实玛卡利益的时候，你就看到建国250周年还叫你抖内，它是可以换钱的。所以在这个样子下，中东就爆翻了。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去中东不去以色列。直接切断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联系，也就不打紧了。甚至呢，直接解除叙利亚的45年，然后25年的首次跟叙利亚的总统见面。尽管这个现任的总统沙拉，我知道，因为像是大陆人朋友比较同情阿萨德家族嘛，所以可能理解他比较少。这个人非池中物啊，我只能这么讲。我先讲这里，但是你也可以打脸我，不用没关系。但是整体来讲，没签本来还好是什么亚伯拉罕协议，说什么叫叙利亚要承认以色列的占领区啊，怎么搞？还没有啊，他就解除了，就代表说什么？很明确的一件事情，沙特也急需他作为一个老大，他要带来一些正面的形象，来挽救他在商业投资上的失误嘛。那解除叙利亚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当中，他达成了，就在小萨勒曼牵头之下。沙拉临时总统跟川普总统3个人坐在会议厅里面把这事给谈了，那个画面台湾人没感觉，大陆的朋友可能有一些有感觉，没关注的也大概没感觉。但是在我们做国际政治观察、国际关系观察，我相信肖哥是很震撼的，那一幕你是会发麻的，那是个历史画面。对，那这个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美国彻底的完全转向玛嘎派，这个叫什么呢？以色列啊，以后真的还不是爹啊。以色列慢慢的回到了它的常轨，就是一个国家。川普的利益集团确实在库许纳被赶出去核心之后，就不再跟以色列这一些游说集团挂钩了，反而是这些王爷们提供的真金白银，那才真的是恐怖。1万亿不要落实多，落实个10亿美元，川普家族也很高兴啊。10亿美元也是何其恐怖的数字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知道说，在这种全球民粹政治的狂潮之下。那就刚才就映射到回刚才肖哥所说的，台湾的应对就显得非常的幼稚、浅薄，毫无头绪，乱无章法。民进党政府不像沙特王爷们做这么长期的工作，来老是投错人，那为什么他会不断误判？很简单嘛，因为他们不在乎民粹政治对于整个美国的渗透。可悲的、可笑的是，民进党是玩民粹的，结果他在这个是我想说的，对。他在国际关系上，他竟然不懂民粹，所以我老实讲，民进党也麻了，就又回到了我们最前面开始讲的，他爽麻爽久了，他其实已经钝了。这个也是最近民进党一连串决策失误，我在看这跟这个国际的一个部分。然后最后我讲中东事情跟台湾有什么映射呢？美国是现在随时可以变脸翻脸的时候，而长期盟友是最容易被美国抛弃的角色。以色列已经不是盟友，我们都戏称他是美爹了，对，美爹是所有人的爹。但是美爹的美爹就是以色列，所以爸爸的爸爸叫爷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现在的处境，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他所领导的这个政府的处境是非常危如累卵。你看赖清德内部这么混乱，我还记得我上一集也是跟肖哥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赖清德是3重少数，党内少数，对，执政少数，这个立法院少数。3重少数，他很困难，所以他只有斗，在他的经里斗都会赢。问题是你的神主牌被川普亲手摘了，然后黄仁勋你们把他做成台派的英雄，台湾人的偶像，世界华人首富，结果黄仁勋亲自把你的反核牌给摘了，那你还能剩什么？所以民进党的困境显而易见的，他既没有他看不起的中东王爷的能力跟底气，然后呢，也长期下来战力的低落，赖清德个人能力的短板。还有整个他的这个因为他一直把国民党当对手嘛，那国民党太弱嘛，民众党太小嘛，所以他觉得自己是无敌的，他忽视了大环境的剧烈的变化，再加上物理形势条件变化，印巴冲突就是物理形势条件变化。到现在，民进党的军事专家们论述不出一个所以然，怎么应对这个军事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事情。
好吧，反正我们呢就这个瓜真的太好吃了。你看，我跟王骁今天我们开始三令五申说要限定一下时间了，这样结果又聊飞了，又聊飞。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的丰富啦。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种对谈的形式的话呢，有一点漫谈，但是又能抓一点脉络出来啊，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岛岛连线啊。那我们这个系列也都会同时在 B 站跟油管都有上架。那当然，这个因为个别平台审查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们可能在版本上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全部都看完。然后呢，如果大家就继续支持的话，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对，是的，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有这个聊天。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所聊的话题感兴趣，然后呢，对于台湾地区，对于这个国际上面有更多的话题想要听，那么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补充干货和故事，然后呢点菜，我们呢也会随机去抽选话题进行一个讨论。OK， 也欢迎大家。OK， 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还有历史哥的频道。那么，如果今天有多一点点了解这个世界，记录下这一刻，祝大家变得更强。我们呢继续一起超越极限。那我们期待下一期岛岛连线再见喽！谢谢肖哥，拜拜，拜拜。